这一段是从那个有田车站开往江北的这个列车哦。那等一下会经过那个上有田车站，就是整个站都空无一人的。我刚刚早上就是走过来的一个车站。这一站是五熊温泉站。那我本来想说，我坐11点58分的新干线，那自由席可以到长崎去。但是其实我也可以直接，就是他们的售票处这边，我跟他询问这件事情，然后他可以直接帮我画，就是有位置的车厢，这样我就不用去等那个自由席。还有30几分钟新干线才到站，那我就先出五熊温泉站来晃一下。应该是日本当地的长青团的当地旅游，附设一个贩售一些商品啊、纪念品之类的，然后点餐的话可以他在这边，就是在这边内用。我可能吃的速度要快一点啊，因为等一下要去赶车。好，我现在已经上了海鸥号。只是我上错车厢，我是在1号车厢的这个指定席。刚比较赶，怕说赶不上，其实是还有时间，都没有人啊。OK， 我看一下海鸥号车头的样子，非常的狭长。哇，这造型很特别啊，车头灯还是亮的。12番乗り場安全柵が閉まります。客付近のお客様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。去年2022年刚开始运行的海鸥号新干线，这边就有一个长崎街道海鸥市场的一个卖场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还是看到这种卖场，有时候比较有趣的因为似乎有一些商品可以购买。哇，这边好先进啊，非常的清爽跟大气，跟我今天早上出来的那个站根本是天壤之别哦。哇，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商品化，军舰岛都还有小吃可以卖。汉堡排。哇，蛮好吃的。依照那个网络上的说明我买了长崎的路面电车1日券，在这个总和观光案内所购买的。只是说这个乘车券，这长得也太像一般的低宴了吧？阴雨绵绵啊，这么走过去大概7分钟。哇，拉了行李，爬了好一段斜坡，左拐右拐，终于到了，进去吧。好，刚刚进到这个 Route 的这个算是民宿里面吧。那老板蛮亲切的，说有来过那个台湾3次哦，那个台东啊，那个日月潭、高雄啊、台北都去过。那在这边是3楼，是一个电子所的形式哦。然后我现在进来可能稍微充一下电，我时间比较不太充裕，我等等休息一下就要去那个原爆纪念馆了。那这个房间还有其他的这个旅客好像是都住满了。看一下这边的环境哦，我不确定其他房间现在是不是有人，应该是有啦。这边转角进来就是一个
厕所，这里有一个可以淋浴的地方。好了，现在要出发了，要去原爆纪念馆了。把一些比较重的行李不需要带出门的，我就先留在这个胶囊里面。啊，出发了，很袖珍哦，然后挂一个铃铛，写的 Rock。它这个山坡上啊，小径很多，弯来弯去的。哦，老板很亲切啊！我出门我出了那个旅馆，然后他还走出来打一声招呼。平和公园原爆资料馆，武上天主堂 Noliba 就在这里。好哦，再等一下。这是1号线的路面线路电车，好像要坐7站的样子。すみません。はい。和平公园是为了申诉原子弹爆炸的真实情况，促进世界和平和文化交流而建设的纪念设施，是青少年学习和平的重要据点，也是工人们祈祷休息的地方。这是和平之泉。1945年8月9号，原子弹的轰击使人们的身体都被烧烂了。水，给我口水！他们在呻吟和叫喊声中接连不断地死去。为了给这些悲惨的灵魂献上一杯水，祈求他们冥福，同时也是为了祈祷世界永久和平，禁止核武器建设世界。和平国民会议和长期是利用来自全国的捐款，在此修建了和平之泉。今天，当你来此访问，如果你能为他们祈福、祈祷和平，我们将感到万分荣幸。哇，这个雕像非常的巨大，从画面上看起来可能还好。好，看一下这个说明，他怎么样解释这一尊雕像？他说呢，这是1955年8月原子弹爆炸10周年之后修建的这座祈念像。那是用世界各地的捐款，然后由雕刻界的权威北村希望先生负责修建的，高为10米青铜蓝神像。那右手指着天，象征着原子爆炸的恐怖；左手平伸，象征着祈祷安定和和平。强壮的底座象征着神威，慈祥的表情象征着神的爱，佛的慈悲。轻轻闭上的眼睛象征着为牺牲者祈祷冥福。弯曲的右腿象征着冥想极静，竖起的左腿象征着救济激动，这些都是佛的特点，是史无前例的杰出艺术品。长崎市在大雨滂沱之下到了这里，然后我本来怕它闭馆时间已经快到了，我本来怕是5点半，结果它写5月到8月的展览时间呢是可以到6点半的。可以摄影啊，但是不能用闪光灯，然后也不要有那个 shutter sound。那我等一下去设定一下，一个人。爆炸冲击而被损坏，画中的指针停在了发生爆炸的时刻11点2分的时候。这是长崎的原子弹小胖子，哇！这边大致展示的就是，爆炸的时候有很多的物品因而变形烧焦，然后甚至融化而连在一起的样子。好，然后这边也是展示着一些人类被爆炸所影响的，比如说他们烧焦的衣服，甚至有那个头骨粘在那个
那个头盔上的那个样子。汽水瓶受到原子弹爆炸而变形，可以触摸看看，感受一下。然后这边有蛮详细的图表，说明了河滨期开发的历史。好，这是出口，免不了的都会有一些纪念商品的贩售的地点，规模比较小一点。今天买的这个一日乘车券，觉得没有很划算，因为我只坐了一趟，然后回来又一趟。其实成人的话，加起来才日币280块，但是这一张一日乘车券，事实上是600块日元的额度哦，所以没有多乘坐过几趟，其实是没有必要。简单的点一下晚餐，不是很有食欲哦。吃完等一下要去逛街，然后想想看明天的行程，看是要走路还是要搭电车。看来这雨应该不会停了。军舰岛我猜也看不到了吧？今天会有人去吗？就是我们住的地方。这边是旅馆，出来左边前方的西坂公园。右侧的远方有一处，应该是观世音吧。然后前方有依山坡而建的许多平房。这里是现指定史迹日本26圣人殉教地。它的故事就是说，在1597年的时候呢，有6个外国的传教士，以及20个这个日本的信徒呢，在1597年因为违反了这个政府的禁令，把天主教从大阪带到这里来，于是他们在这座山丘上就被殉教了。那这26个天主教徒呢，就是在遥远的欧洲呢，就是也被流传开来了。然后教宗呢，就把他们在1862年的时候呢，就是立为圣人这样子。2位教宗曾经来这边拜访过，一位在1981年2月26号的时候呢，一位在2019年11月24号的时候。我从后面的浦上街道的起点开始向上面稍微走一下，
这边就是刚刚那个26个圣人纪念馆建筑物的后方。这个城市高高低低，建在山坡上。